念繁华景象，明镜里虚妄。卸下红妆，换上戎装，满目旖旎风光，何尝不是沙场？秋去冬来，白露为霜，路遥日久，离别成伤。心若终老在你身旁，安放。我们一生有多长，来不及惆怅。天苍苍，爱在上，抬头就仰望。脚步柔肠，炼成钢。我逆风芒，光阴如刀，我才受伤，有爱不忘。牛不喝水，莫强按头，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放过我。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我就不信我收服不了你。陆振廷看上了我家羊肉的秘方，他心存不甘，竟是阴招陷害我儿子。你这什么情况？老子的相公让你吐，你就得吐。陆某认栽了。相公，我的辛苦费呢？你辛什么苦费啊？瞧你那德行，还大将军呢。你说，这赌坊到底是谁开的？齐王呗。齐王？不会吧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看上去挺忠厚贤良的呀，不像干这种乌七八糟的行当呀。你以为齐王是什么正人君子啊？他跟我一样，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财迷。给我倒杯茶。我赚钱还讲究刀法，绝不滥杀无辜。可是他就是见钱眼开，无节操，无底线。可是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人品不错，口碑也好。我呸！就他还人品还口碑？他只不过在你面前装个样子罢了。他什么样，我最了解。那要真按你这么说，情况就不妙了。怎么就不妙了？你想啊，你让小夏子到老高家这么一闹，看上去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但等陆振廷缓过神来，老高跑了，那他这气不都往你身上撒呀？撒我身上又怎么样？他敢开赌坊，就要输得起。他能拿我怎么样？当年皇叔发狠，狠狠打了我20大板，太后足足骂了他半个时辰。从此以后，皇叔对我的事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除非闹出人命，否则绝不插手。齐王也奈何不了我。但是，万一他要报复你呢？做人留点余地喽。齐王这个人好美人，听说前几日又纳了一个美妾，我把这张欠条给他送过去，就当做是贺礼吧。毕竟他要是敢打我闷棍，我也是怕怕的。他要敢打你闷棍，我打他全家闷棍。不过你留下来这笔钱，断然不能留着。你放心，我又不是傻子。过几日太后要过60岁大寿，国库空虚，
皇上正发愁呢，我打算把这笔银子送过去表表孝心，顺便陪太后聊聊赌坊的倒霉事儿，逗她开心。相公，相公，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作弊赢钱的吗？现在没人，跟我说道说道。独门秘籍，绝不外传。我能听懂骰子说话。真的？谁教你的？天赋异禀，自学成才。就算是天赋异禀，自学成才，这玩意儿怎么着也得学10-20年吧？你哪来这个耐心啊和毅力啊？谁学了？我天生体寒，4岁的时候掉进了冰水，导致病情恶化，出不了大门。我娘就把我关在这个院子里14年，我每天闲得发霉，除了玩骰子，就是斗蛐蛐儿。每天左手玩右手，自然就琢磨出来了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到冰水里的吗？我记得是跟一个小哥哥玩，他背着我，然后我就掉进水里了。那你还记得那个小哥哥长什么样吗？原来你不会要去打人家吧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人家可没惹你，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那个小哥哥长什么样的。哎，我叶昭虽然简单粗暴，但我也不会见谁打谁吧？什么记性，欺负你的人都记不住。我的记性怎么了？我是说你水性太差。好了好了，我也累了，忙活一天了。现在要是有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就好了。走。去哪？回书房。干嘛呀？喝羊肉汤。还不错。这老高家的羊肉汤就是好喝啊，可惜以后喝不着了。没关系，除了羊肉汤，还有鸡汤、鸭汤、十全大补汤，偶尔换换口味也好嘛。是。对了，相公，我跟你说啊，太后真是关心咱们。前2天她还召见了我，传授了我一些为妻之道。太后都教你什么了？她跟我说啊，这个夫妻相处不能太过于强势，让我多向别的女眷学习一下，然后跟我说不要整天这么素面朝天啊，要化化妆，身段要放软，要学学撒娇。我还在想呢，这个撒娇怎么撒呢？虽然我嫌弃你不像女人样子，但是你硬装成女人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？千万别，就现在这样，保持现状最好。好，主要我从小没学习过怎么当女人。不过梅娘前2天教了我几招，她跟我说，对付男人很有用。我给你展示一下，怎么做来着？我想想啊，
扭，二下，三回头，一磕，二晕，三颤抖。哎，不好看啊！他跟我说，这男人受不了这个的，迷死男人不偿命，不好使呢。这哪是迷死男人，这简直就是吓死男人，样子比鬼还可怕。这太惊悚了。好，我就是欣赏你的直率。哎，人生随意一些，不要太过勉强。好的。相公，忙什么呢？你来了，我给你做了件日常穿的衣服。给我做的？你试试。早就听轩儿和梅娘说过，好多日常的衣服都是相公亲自设计的。没想到您真会做衣服啊！你好动，我在衣服的关节处都用了弹性的布料，方便你舞刀弄剑。哎，你穿上试试。好。这还是头一次，有人给我量身定做衣服呢，还挺合身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前几日太后给了我一本女则，让我研究研究。反正你看了也是白看。是，我这就喜欢舞刀弄枪，看不懂这种文绉绉的东西。要不是入了军营，我肯定这辈子都不会看书。但没想到这前朝的长孙皇后这么有文化。你看，女则里大段大段的排比句。看来你还是有所触动啊。触动可大了，看3秒，保准打瞌睡。打瞌睡啊？那你的和离书怎么写那么通顺啊？军师代笔的呀。狐狸的文采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而且字还特别好看。你这个混账，连和离书都要外人代笔啊？狐狸怎么是外人呢？他不是外人还是内人啊？那我过几日再把女则给狐狸看看，让他融会贯通之后说给我听。这种小事找什么军师啊？你还嫌不够丢脸啊？哎，行了，我帮你研究一下。如此甚好，相公。我军营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快去快去！谢谢你给我做的衣服。凡为女子，先学立身，立身之法，唯务清真。不对啊，为什么我在这儿读女则，他倒跟没事人似的？皇上，连年战乱，百废待兴，国库已经空虚。皇太后60大寿，皇上虽然下旨减半，但不可太过简陋。南平郡王送来的这1万两银票，给太后做寿，也难得是他的一片孝心。至于这钱的来源，也够清白。赌场经官府批准，可以正大光明地开门做生意，只要不是作奸犯科、欺压百姓，输赢各凭本事。砸1两个黑心的赌场，打1两个流氓，
只要不出人命，大不了叫言官抡起袖子谩骂几句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。荒唐！堂堂南平郡王在赌场闹事，丢尽皇家颜面。你这次看在你对太后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暂且不再追究。京城这些官员实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说这刘太傅，封地也够多了，还到处捞钱，青楼、赌场、7行罢市，还有那吕相，为了一处别院，还纵容自己手下恶奴去拆毁别人良田，还霸占人家田舍。是，要不是朝廷现在着急用人，那些官员早该搁这查办了，是不是啊，皇叔父？就你懂事啊！哇，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啊！画得真妙。谢皇叔父赏赐，皇上国务繁忙，侄儿先告辞了。哎，站住，站住！贵妃娘娘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玉锦虽然调皮，但比起京城的其他纨绔子弟，还是要懂事乖巧多了。爱妃，你是不知道，朕拿这个侄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找您，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去给太后请安了。慢着。玉姐啊，玉姐，你被封南平郡王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总不能这么玩玩闹闹过一辈子啊！要不，朕封你个官做做，也算是为大宋社稷出点力。黄鼠狼是不是给狐狸精迷惑的神经错乱，想亡国了？皇叔父，你也是知道我的本事的，我除了吃喝玩乐，什么都不会。龙学士教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也只会看看几本书而已，我哪里懂得什么为官之道啊？要让我做官，会害死多少人啊？哎，玉姐，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。这个职位，朕思来想去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什么官？东京巡城御史。啊？这巡城御史虽然听着威风，可就是一个管大街的6品小官，管的就是一些三姑六婆吵架、逛青楼不给钱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哎，郡王，京城大街可不好管呐，落下一片树叶就能砸到2、3个贵人呐。高官汇聚，宗室贵族豪仆如云，各大关系网盘根错节。巡城御史官职虽微，但责任重大呀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这点能耐，哪干得了这样的大事？陆振廷你都敢管呢，还有什么人你不敢管吗？那万一他们不听我管呢？你有叶昭撑腰啊。那万一搞砸了，就把我革职吗？革职？革职倒是不至于，顶多革了你的脑袋。要掉脑袋？我。玉姐，玉姐。禀皇上、贵妃娘娘，南平郡王并无大碍，只是劳累过度，又受了点惊吓。我开个药方，调养调养，即可康复。玉姐，
你不必担心，休息2日便好了。朕已将你出任巡城御史之事告知太后，太后听了以后欢喜得很，直夸你懂事上进。我堂堂一个南平郡王，却要担任6品小官，还要穿着一身绿袍，站在穿红着紫的堂兄弟中间，多丢脸啊！事无贵贱，终须有人去做，大不了以后升官就好了。好帅！你看，哎呀，将军好灵巧，好帅！这一招啊，叫做将军威风，一扫千里风霜。威风个屁！分明就是土匪头子。好帅！这一招叫做将军一剑，击溃千军万马。明明就是女悍匪拔剑，震碎人伦节操。老天快降下一道闪电，劈死这个混账东西！郡王回来了！郡王回来了！相公回来了。将军，应该是累了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将军，来，喝点酒吧。来。平时我在家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热情啊？玉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这耍剑也耍累了，好酒好肉都来了，来，喝点酒。耍剑？我看你是耍帅吧？老子只想把你们4个红杏出墙，企图气死老子的媳妇儿、妾室、通房，通通给休掉。我行为是粗鲁了一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这不好酒好肉都给你留着呢吗？来，我给你买上啊。哼，我要吃肉。好，吃肉。哎，我给你捡一块瘦的啊。将军、郡王，那个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告退了啊。哦，梅娘、薰儿，你们2个不是约了海夫人一起绣花吗？啊？对，哎，你瞧我都给忘了。走啊，我们3个回院子，再给菩萨烧2炷香，保佑他们感情升温，千万不要闹和离。姐姐说的对，最好啊，再保佑咱们3个能一生一世都享受荣华富贵。走。太妃最近喜事连连，刚娶个大将军进门，儿子又做了巡城御史，真是鸿运当头啊！别提了，郡王现在被叶将军管的是服服帖帖的，听说过阵子就要搬出赵王府，另立门户了。哎，真是儿大不由娘哦。皇上新赐了一处府邸给郡王，皇恩不可违逆。再者说了，玉锦小叔和将军都在朝中做事，自立门户也是应当的。我儿呢，就是不愿意在赵家的羽翼下乘凉，非要自己出头做事。这是何苦？背靠将军这棵大树，郡王非要硬着脖子做什么巡城御史？难道是想过官瘾？不过这巡城御史的官衔也太微不足道了。相爷夫人自是看不起小小的巡城御史，说到底，我儿也是为皇上办事儿，可不像吕相爷官居万人之上啊。依我看啊，无论官职大小，都是各尽其责，各司其职罢了。听说啊，前几日叶将军带着郡王在花船上饮酒胡闹，还打伤了长盛赌坊的陆总管。打伤陆总管，竟有此事？哎呦，这还没分府呢，小两口就合力瞒着您老做事了。要说您这儿媳妇，到底是匹脱缰的野马，当心哪天马失前蹄，伤了您的亲儿子。瞧您说的，
他们二人不过是年轻气盛，难免会有些差池。婆婆，您不必担心，喝茶。等叶将军日后带下一男半女，为人父母了，性子也会收敛些。我这2个儿子啊，早早的就娶妻纳妾了，至今没有一个好消息传来。听说齐王夫人回江北封地去了，齐王瞒着她，又纳娶了新美人。唉，齐王妃也挺可怜的，身为正房却膝下无子，在家中身份尴尬。皇上亲兄长齐王的封地，毗邻边关，土地贫瘠，姬玉在那边又无亲无友，唉，甚是寂寞。可不是，女人呐，嫁得好还得会生养，否则这一辈子忙活的家业，最终都便宜了小妾。我听说齐王妃曾经生养过一个男孩，后来不幸夭折了。从此以后啊，齐王妃就不愿意再生育了。她也太傻了，自古母凭子贵，她倒好，干脆选择无后。各位夫人慢慢聊，太妃乏了，我们先告辞。太妃慢走。赵玉姐从小被赵太妃泡在蜜罐里，到现在都没半分男儿志向，现在靠着将军的名声蹭了个巡城御史的官儿。嗨，没听见别人都叫她废柴吗？永远成不了才的废柴。说1000道1万呀，郡王就是被他亲娘给宠废掉的。嗯，这么晚找我来干嘛？我看你白天的时候心情不好，肉也没吃饱，我就把剩下的肉炖了炖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快坐。你这匕首是前朝玉大师的作品吗？好眼光啊！这把匕首啊，叫禅意，削铁如泥。当年江湖侠客常浩刺杀宦官陆虎臣，用的就是这把匕首。我得此刀后，耶律达丹就是用它挖了他的心肝，带回来祭奠我叶家的亲人。果然是一把杀人挖心的好刀。媳妇儿果然是吃过人的。我再给你切点肉。放心，刀洗过了。对了，皇上今天叫你去什么事啊？今儿黄鼠狼叫我去，说要封我一个叫巡城御史的官。相公，你这是进军官场了，恭喜恭喜！以后罩着我啊！连你也讽刺我？我没有啊，真没有。不过，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封你做官呢？皇上封我做这个官，无非是看中我纨绔这个头衔。这等累活根本没人愿意做，要干好了算是惊喜，干不好也算不得是惊悚。相公，你天生聪慧，你不可能做不好的。要是没有这个身份在，恐怕也没有人愿意理我了。你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，旁人想要还没有呢。皇上把我许配给你是恩赐，也是希望你能为我撑腰。我给你撑腰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。自古以来，良臣将相都很难善终。皇上将我许配给你，第一是希望我继续为朝廷卖命，第二也是希望叶家军权收归国有。这样子，以后我的子孙继承的都是南平郡王的爵位，而并非叶家。这我信，这像黄鼠狼的作风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说你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选择嫁给我？难道江湖上都歌颂我的人品、酒品、毒品3品合一啊？我呸！你不能呸！我为什么不能呸？
你又不是无赖，你是英雄，我才是无赖。你是朝廷栋梁，我是大宋废物。3年之后，你跟我和离了，你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再也不用跟我这个地痞无赖过日子了。是谁跟你说你是地痞无赖的？大家都这么说，你们军队里那些野蛮人也都这么认为啊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就你这样的，还自称地痞呢？我从12岁开始就在边关横行霸道，调戏漂亮小妞，除了没打过女人孩子，我什么坏事没干过。善良人家天天烧高香，希望我早点死，就连我爹都差点给我踢出族谱。少年荒唐恶事，罄竹难书。不说了，我干过的荒唐事儿啊，比你多多了。哎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只要你改过自新，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是。这要是换成以前的我，你刚才的行为，应该早就被我打死了。现在改了就好了嘛。哎，你嫁给我赵玉锦，以后就是赵叶氏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也都姓赵。唉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孩子是注定不会姓赵了。不姓赵姓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和离书都写好了。倘若和离后，你找不到好人家，没有男人要你，你还可以回来。恢复我正妃之位吗？相公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不许反悔。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别给个杆就往上爬。你回来，顶多也就做个通房丫鬟，顺便做我的保镖罢了。那我不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潇洒自在快活，挺好的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哎，赶紧吃肉，赶紧吃肉！你个娘们儿整天什么逍遥自由快活的，想造反啊？赶紧吃肉吧！哎呀，可是我觉得对，还是不行。哎，郡王，你就别来回走了，我们脑袋都被你转晕了。本王日思夜想，几乎是昧着良心，总算是想出了叶昭的几条优点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比如，她不嫉妒，不会像徐侍郎家的夫人，因为丈夫喝花酒，就拿着菜刀追出5条街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母亲原本不看好大嫂，一直觉得她出身低微，小家子气，怎么讨好都没用。可自打叶昭进门以后，她对大嫂的好感急剧上升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这全都是叶昭的功劳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啊，我大哥因为腿疾，导致性格阴郁，现在办差回家，总让下人和小厮去他房里，讲些叶昭闹出的笑话。每次讲完，他都狂笑不止，心情大好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啊，他会经常跟我讨论哪家酒楼的女儿红好喝，哪家酒楼的美人多这样的问题。我思来想去，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。这样也行。唉，那你对他的尺度是越来越宽了，啊？郡王啊，有道是，人生充满无奈，只能步步慷慨呀。好兄弟，我支持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要咬紧牙关，脸皮放厚，顶住流言，藏好手上的和离书，继续教育、感化、改造他。或许，你们会有一个相对正常的未来。对，刘兄说的有道理。说干就干。你干嘛去啊？干嘛去啊？回家改造我媳妇儿啊！
哎，玉锦兄，玉锦兄，玉锦兄，哎，相公，你干什么呀？每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，也不知道学点东西。难得相公亲自来看我。爷今天来，想亲自教你女则，希望你端正态度，认真学习。你教我啊？怎么，不服气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咱们就互相交流一下各自的学习水平。我先说好了啊，水平低的服从水平高的。好建议。本王爷虽然自幼多病，但天资聪颖，师从的都是当今大儒。这加加减减下来，少说也有落地秀才的水准。教点《三字经》，自然是不在话下。本将军自8岁开蒙以来，气走了9位先生，最后是胡青他爹经不住我爹的劝说，用了2年的时间将千字文灌入我的脑中，让我不至于是一个睁眼瞎。看来，你比我更加不学无术。那只有我来教你吧。哦，拿着。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哦。女以弱为美，故彼晏有云。女以弱为美，故彼晏有云。生男如狼，犹恐其汪。生男如狼，犹恐其汪。生女如鼠，犹恐其虎。生女如鼠，犹恐其虎。凡为女子，先学立身，立身之法，惟物清真。清则身洁，真则身容。嘿，叶同学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？你现在把复容复公、复德复言给我重复一遍。风言风语，分工分肉。风言风语，嚼舌根不好，但是分工分肉肯定没有问题。这该死的混球完全就没有听啊！你脑袋出去逛街了？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相公啊，相公啊，那狼牙棒沉，你别砸脚了。别生气啊，我就是一读书有点走神。你平时舞刀弄剑的时候怎么不走神啊？那舞刀弄剑怎么可能走神啊？停！媳妇儿，这是什么宝贝剑啊？这是胡青花大价钱弄来的碧血剑。哦，你借我看看。哦，这剑锋利吗？一剑封喉。能砍得死人吗？那当然砍得死人了。能砍得死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信我砍不死你！不学无术的疯婆娘！疯婆娘，你站住！我砍不死你！我站住！还跑！你站住！你不学无术，看我砍不死你！你站住！你还不站住你！跑！跑！夫君啊，许是妾身对玉锦约束太多，保护过度，才使得她体格柔弱，行为顽劣。你过世以后，家中大小之事都是臣妾独自一人料理。玉锦年幼体弱，妾身整日担心，怕她生出横祸，只能将她锁在家中，勒令禁足。本想帮她遮风挡雨，因避一时，哪曾想玉锦长大之后，
却成了旁人眼里胸无大志的废人。夫君，夫君啊！为娘的听别人说自己儿子没用，我心疼啊，疼得我恨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千错万错，都是妾身的错。婆婆，啊，好好的，怎么哭上了？没事儿。是不是因为玉锦小叔将要搬离旧府，所以惹您伤心了？玉锦自立门户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只是担心他独自住在一边，受那凶煞媳妇欺辱，挨饿受苦。为娘又不能在身边照顾他。从书里文知道，行人两个人，报多情才不陌生。从今生回想起前尘这一世，绝不轻言离分。愿你的拥抱记得我的体温，在我心头刻下你的指纹。爱恨都很认真，才算不枉此生。我愿对你忠诚，一直年换情深，感激之于知恩，赐我不坏之身。纵然世界缤纷，敌不过你单纯天真眼神。我愿对你忠诚，一直年换情深，感激之于知恩，赐我不坏之身。纵然世界缤纷，敌不过你单纯天真眼神。我愿对你忠诚，不在乎伤痕，放下自尊，对你俯首称臣。纵然辜负天下，不负女人，此生的牵挂，唯有你一